这是一部曾让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纷纷落泪的电影，因为它用最真切的镜头记录下了山里孩子的每一个细节，其导演更是有着10年乡村纪录片的经验。电影上映之后，他曾在作品中写下这样的自我评价：虽该片让我最近这4年都处于一种负债几十万的状态，虽过程痛苦，也有快乐，梦想已了，所以给了4星，3星是电影本身，1星是给自己的鼓励和认可。女孩叫蒋云杰，但大家更习惯叫她矮婆。今天过后，她也将成为一名留守儿童，爸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。临出门前，父亲对她再三叮嘱，虽然字句之间充满了关爱与不舍，但更多的是交托了责任和担当。矮婆回应了一声，便转身上学去了。因为家里穷，她没钱坐校车，从家到学校的10几里路，每天都要走上2遍。这天学校布置的作业是一篇作文，题目叫做《我的妈妈》。晚上矮婆问奶奶，生我的那个人是哪里人？她长什么样子？奶奶回答，只记得她家住在北边，生下你之后就跑了，至于长什么样子，家里还有一张照片可以看看。矮婆又说，这样的话她就不能写好作文了。你写后头不问我了，写的没妈妈怎么过。第2天，矮婆把作文交上去之后，没想到竟因为写的贴切真实，而被老师作为优秀作品公开朗读了一遍。但老师并不知道，这份成年人能够读懂的辛酸，到了同龄人眼里，却变成了作为取笑她的笑柄。矮婆有2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小的还小，大一点的云霞跟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因为舞蹈跳得好，所以老师挑选她去镇上参加比赛。不过比赛前需要交100块钱的服装费，云霞回家跟奶奶要钱，可奶奶却面露难色，说家里已经没钱了，要等爸爸打钱回来之后再说。吃过午饭，奶奶叫来了矮婆的姑妈，说自己腿脚实在疼痛，想让她帮忙带矮婆把地种上。整整1个下午，矮婆一刻也没休息，跟姑妈把院子里的地全都种好了。当天夜里，正在熟睡中的矮婆再一次被奶奶唤醒。矮婆，矮婆，你在雨了，这个带动俺这是你的很矮婆。睡眼惺忪的矮婆打开门，在奶奶不停的碎碎念下，她翻出家里所有的桶和盆，开始到处揭漏，水满了还要把它倒掉。就这样，矮婆忙碌了整整1夜，连早饭都没有吃，背上书包就急匆匆地跑去学校了。说来也巧，今天正好是他们考试的日子。1夜未眠的矮婆趴在卷子上，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结果她这次考试考砸了。回家后，她一声不响地走进厨房，准备起了饭菜。而她的妹妹云霞就在祠堂里跟邻居奶奶们炫耀着自己刚得的奖状。她还偷偷地告诉奶奶，矮婆因为考试睡着，有1科的成绩没有及格。听完，奶奶便把矮婆叫到跟前，用拐杖轻轻地打了她3下，还说如果再不努力学习，就干脆在家里种地砍柴。矮婆没有作声，因为她本就是家庭的边缘人物，对于很多事情的沉默和不解释，就是她作为留守儿童的生存策略。作为长姐，她每天都要给2个妹妹和奶奶烧水煮饭，包括家里的农活，也全都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。矮婆虽然年龄不大，但她从来不觉得生活很苦，反而还有着她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成熟与懂事。这天，邻居爷爷给了妹妹和矮婆1人1个桃子，矮婆转身捧着桃子回去自己家，切成2半分享给了奶奶和小妹妹。家人说你只晓得你一个人吃的，要饭店打奶奶只晓得吃度假。虽然嘴上批评着妹妹的自私，但她又忍不住转过头，眼神中满是羡慕。由此可见，矮婆虽然懂事，但她终究也还是个孩子，爱玩是孩子的天性。有一次她在放牛时，就跟着几个大孩子一起到旁边的小河抓螃蟹去了，却不料他们的牛被几个顽皮的孩子用鞭炮吓跑了，这让他们一直找到天黑，也没能把牛找回来。夜晚，村里的大人们举着火把跑进山里来找几个没回家的孩子。被找到的时候，孩子们全都低着头，害怕被大人责怪，但一些老者却说道，牛丢了不要紧，人总是要回家的。看到几个孩子平安无事，村民们就各自回家了。这就是山村里淳朴的邻里关系，一家有事全村帮忙，就像矮婆家每年收稻谷一样，她只要跟大伯家念叨一声，大伯就会叫来好多邻居帮忙。大家伙忙完之后，东家准备一桌热乎的饭菜来回报大家的辛苦。我想这样欢乐又亲切的画面，应该有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吧。那个时候正是夏天，山里一些调皮的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去河边洗澡，但每次被爷爷抓到，回去都会挨上几巴掌。在他们这个年纪当然不会懂得，父母不在身边，有老人监护他们的安全，是担负了多么大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山村教育资源的稀缺，也使得留守儿童的境况雪上加霜。新学期来了，可妹妹云霞最喜欢的老师因为生活所迫也要出门打工了，云霞为此伤心了好久。家里的奶奶告诉她，村里的工资低，环境又差，没人想在山里教书，所以这里是留不住人才的。这天，
矮婆来初中毕业的聪聪哥家请教问题，可他却只顾着玩手机，头也没抬的就说道：“我小时候就没读到，往小读的嘛，你读书都会，没有一个打工不行。”这就是山里孩子对未来的认知，与其花钱读些没有意义的书，还不如早点进厂打工赚钱。这并不是个例，而是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想法。这些孩子在已经解决温饱的前提下，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老实巴交、吃苦耐劳，他们更向往城市的打工生活，更羡慕那些人能够买新衣、染黄头，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追求时髦。后来，聪聪哥真的背起行囊外出打工了。他的爷爷从家门口一直劝到村头，也没能让他回心转意。爷爷无奈地望着孙子远去的背影，沉默了好久好久。自此，聪聪由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份变成了青年打工族，可留在原地的那位老者却从一个爷爷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孤寡老人。这天晚上，奶奶一直守着矮婆写作业到很晚，可正当矮婆想扶奶奶上床休息时，奶奶的身子却径直再到一边昏了过去。她赶紧让妹妹扶着奶奶，自己飞快地跑出去找医生了。医生过来给奶奶把脉时，一旁的矮婆满眼担心地望着奶奶。不一会儿，医生说道：“听到这些，大伯急忙抱起奶奶赶去了医院。第二天，家里来了好多邻居看望奶奶，大家都在鼓励奶奶一定要撑住了，守好这个家，多陪孩子们几年。到了晚上，矮婆放学回来给奶奶熬了一碗瘦肉粥，她端到奶奶跟前，奶奶说让她先放到床边，然后她让矮婆找出来一个盒子，嘱咐她在明天爸爸回来时要交给她。她还让矮婆翻出她的新衣服放到枕边，过一会儿她自己会慢慢穿好。最后奶奶告诉矮婆，明早不用过来叫她，她可能要多睡一会儿。不明其意的矮婆在门口望着奶奶好一会儿之后，才关上门回去睡觉了。隔天，矮婆上学前还是不放心的来奶奶房间看了一眼，她看见穿着新衣的奶奶还在熟睡中，便关起门去上学了。不过这一整天她都心不在焉，总想着快点回家看看奶奶怎么样了。终于到了放学的时间，矮婆刚走到村口，就碰到好多邻居也在往她家赶。矮婆赶回家时，家里已经办起了丧事，奶奶还是没能熬过这道关。这时爸爸从屋里走了出来，问矮婆奶奶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。矮婆找出那个盒子交给爸爸，爸爸打开一看，原来里面是奶奶提前给自己准备好的寿衣。奶奶就这样安详地走了，留给矮婆的只有奶奶生前如影相随的拐杖。拐杖是奶奶的依靠，可同样的，奶奶也是矮婆的依靠啊。矮婆就这样抱着拐杖，抽抽搭搭地哭了好久好久。等办完奶奶的丧事，爸爸找来了大伯和大奶奶，因为工厂那边只请了几天的假，夫妻两人这次过去想带走小女儿，矮婆和云霞就需要他们帮忙多照顾了。从这之后，矮婆一个人上学，一个人写作业，一个人带着妹妹撑起了这个家。时间转眼就来到了寒假，爸妈说过年加班费很高，所以不打算回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大奶奶说大伯会把他俩送过去，这样就能过个团圆年了。出发前一天，云霞摘走了奶奶房间里的奖状，说要到那边贴到妈妈的屋里，而矮婆则把奶奶的拐杖小心翼翼地收进了箱子。第二天，大伯带着他俩从长途车又换到火车，天黑前，他们终于赶到了爸妈的出租屋。到了晚上，大城市里万家灯火，烟花璀璨，矮婆呆呆地望着窗外，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奶奶。新的一年，爸妈也有了新的计划，他们准备让孩子全在这边上学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学校会留他们。开学时，妈妈带着矮婆和妹妹拿着红包和腊肉走了几所学校，但却没有一所学校肯给他们名额。因为无法上学这件事，妈妈变得有些急躁。你管么多事啦？俺不去个到厂里头去进厂，叫一下进门的厂，可到外头去捡垃圾啊！啊，大哥老你听你吵过啊！爸爸在一旁没有作声，倒是妈妈说完这些之后自己也哭了。这天晚上，爸爸一夜未眠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让妈妈带着孩子们回去，他自己留在这边挣钱养家。妈妈想了想说道：只能干这个了。是啊，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没有人会愿意骨肉分离，但谁不是一边在为生活犯难，一边又在苦苦支撑呢？待不住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家乡，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希望有一个归宿，他们也不例外。回到家里，云霞又把奖状贴了回去，矮婆也拿出了奶奶的拐杖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。可曾经那样的责备，拐杖落在身上的疼痛，如今都已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怀念。矮婆住进了奶奶的房间，奶奶也来到了矮婆的梦里。两声呼唤之后，矮婆从睡梦中醒来，看着自己手中的血迹，她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。第二天一早，矮婆没有叫喊，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，只是一个人洗干净了裤子。留守儿童就是这样，无声中成长，无声中彷徨，
无声中被社会的声浪淹没在无从打捞的底层。直到影片的最后，矮婆的笑容才首次出现，因为她看到曾经几乎被冻死的花，竟然在春天又奇迹般的活了过来，而这也代表了希望，寓意了她即将再次绽放的人生。其实，像矮婆一样的孩子不是太少，而是我们遗忘的太多。一同遗忘的还有乡村、故乡和对社会隐形群体的亏欠。矮婆这部电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爆款电影，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粗粝下的真实与浓重，和那些值得从遗忘中被重新找回来的童年与青春。希望屏幕前的我们在追逐热闹与喧嚣的时候，可以保有一丝清醒，保有一丝最基本的关切与共情。